毛毛躁躁的干什么？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的宁宁，竟然害怕谢先生，也不知道以后上起课来会怎么。吃你的肉吧。宁儿，你平时就是这么对燕世子的？没事。谢先生别误会，我同燕玲最为交好，她就喜欢吃烫的，是吧？啊，来，喝点酒，别烫坏了舌头。宁儿，喝酒伤身体，不知道吗？既然是交好，就应该互相有益，这都不知道。是，先生说的对，我喝，伤我的身总行了吧？哎，宁宁，今日也不知道发什么疯，竟喝成这样了。宁宁，要不你在我府上住一晚吧？我要回家。世子放心，谢某正好有一事要去江府请教江大人。宁儿姑娘，谢某可以送回去。如此，便多谢先生了。走吧。装够了没？装够了就起来。先生好眼力，学生自愧不如。你跟周银之相熟？先生误会了，我们不熟。想清楚再说。先生忘了吗？当年上京之时，他也是同我们一道的。半路遇到劫杀时，大家都跑散了。后来你我好不容易走出那荒山，是周银之带着江府的人将我们找到的。所以总是有那么一点情谊在的嘛。就一点点。他眼下要做的事情与我没有半点关系。你知道他要做什么？帮薛家对付燕家。我今日已经劝住他了，他不会再对燕家下手了。我姑且相信你对燕灵无加害之心，但朝堂之争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不管你跟周银之或者他背后之人是什么关系，我都希望你不要再管，否则不用等我要你的性命，你都难以自保。那学生也要斗胆问先生一句：您与燕灵究竟是何关系？你这是何意？您出身金陵谢氏，与燕家毫无关联。这些年在京中，您与燕家看似表面无交，可您又屡次对燕灵照拂。而今周银之出现，先生更是亲自探查，选您斗胆猜测，您想掩藏的秘密与燕家有关。这与你何干？因为燕灵也是我的朋友，就如先生的心一样，我也不想他的身边出现任何危险。剑叔，先生，跟上去。是。我派人送你回去。今日之事，你什么都没有看见。周兄，你怎么还在啊？世子，我有话同您说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周银之贪慕权势，乃是逐利之小人。我接近世子，实则是奉了邢武卫的命令，前来调查侯府与平南王勾结的证据。我负了您的信任，还请您重重责罚。周银之，你早不说晚不说，为什么偏偏现在说？是江姑娘，我与江姑娘有旧，今日相见，竟被姑娘看破了身份。她担心世子的安危，所以让我一定要全盘跟您托出。宁宁，竟然是宁宁！银之备受世子厚待，心中真的是感谢万分。
所以如果永佑侯府跟平南王确无任何瓜葛的话，我绝不会凭空捏造伪证的。只是近日来，我密查侯府，竟发现侯爷跟平南王一党的余孽确有书信往来，不知世子是否知晓啊？你说什么？你来的正好，来尝尝这酒，刚从北边运来的。跟雪宁那丫头闹矛盾了？父亲，您可知，新武卫正在暗查平南王逆党余孽一案？外面有人说，此案跟燕家有关。该来的总会来。过了20年，我忘不了；做了亏心事的他们，也忘不了。你可还记得你表兄薛定飞？自幼便听父亲提起过，说是20年前，平南王谋反，表兄为了保护圣上，惨死于平南王的刀下。父亲，难道表兄的死另有原因？我不知道，这是我收到平南王的一封信，信上说，定飞并没有死，就在他手中。这怎么可能？平南王是逆党，他们狼子野心。他们这么说，分明是为了影响父亲，分明是为了离间燕家和薛家，动摇圣心呐！父亲，圣心若在，又岂是旁人可以动摇的？所谓流言，不过外道。可是，20年前做了亏心事的，不是燕家，是薛家。平南王的信我已经烧掉了，可是我追问那孩子下落的回信，却落在了他们的手中。如今京中的流言，也不是无风起浪。父亲怎么会留下如此把柄？这是你表兄，我如何能不去追问？想当年，你姑母临去之前，拉着我的手，憋得说不出话来，只用那双眼睛看着我，一直掉眼泪。便是咽下最后那口气时，眼睛也没有闭上。好一个大前朝，竟要一个7岁的孩童站出来，面对最残忍的刀剑，这公平吗？有些事该让你知道了。先生，都查清了，人就在里边，要再去叫些人手吗？不用。你来了，
我是该叫你谢大人呢，还是杜君山人？公义先生，好久不见，王爷可还安好？还记得王爷呀？我以为你在京城这富贵乡温柔冢里，早都忘了自己的身份，忘了4年前你执意要进京之时，王爷是如何嘱咐你的。先生言重了，谢某这些年在京城所行，都是奉王爷之命，未敢忘本，又岂敢当您此言呢？朝廷的大事，就掌握在燕薛两家手中。王爷欲成大事，必得引他们鹬蚌相争。我们在京中埋下暗桩，为的就是借他们查逆党的名义，治燕家叛国之罪。燕家一倒，军中群龙无首，便是我们行动的最好时机。这一切你会不明白？谢某自然明白。谢某在京城筹谋多年，结交重臣，为的就是此事。一派胡言！若真是如此，为何你要阻挠兴武卫查案，反而怂恿皇帝将此案交给刑部？你分明就是不忠。若非先生屡屡在京中动作，惹得朝廷怀疑，谢某又何须如此呢？不过，谢某今日前来，其实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公义先生：这层霄楼的刺客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谢某说过，必会推翻沈郎之治。但如果公义先生执意要插手的话，谢某也无权阻止。不过，谢某不得不说一句：假借王爷之名，行残害同袍之事，谢某也绝不会坐以待毙。先生，这京城可是谢某的地盘，先生行事切记小心。谢威啊，你别忘了，你的命是王爷给的，想要两头讨好，你只会万劫不复。姑娘，侯府的清风来了，说是燕世子不太好。他们说你把自己关在房里，你是喝了多少？抱歉，吓着你了吧？怎么这么烫？我去找大夫。娘娘，别走。
你说这些做什么？要说对不起，也该是我对不起你。你待我这样好，我却未能同等报之。不，是我太蠢了。我曾以为这世上没什么艰难困苦值得被我放在眼里，我也曾以为喜欢你就要让全天下都知道。可忘了，世事变幻，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你本不必入宫伴读，却被我送了进去。现在人人皆知，你我青梅竹马，关系匪浅。倘若燕家遭难，你这样的娇气，如何自处？如何面对那些流言蜚语？你不问我是何时知道燕家有难，也不问我是如何说动周盈之的。你不疑心我欺你、瞒你，担心我把一切说出去害了你，就只想着跟我说对不起，想着我以后好不好。我信你，从始至终一直如此。你真的傻，你是这天底下最傻的傻瓜。因为你是年命啊，你是这世上除了我父亲对我最好的人。可也是我让你知道了这一切。你本该是个无忧无虑的小侯爷。没人可以无忧无虑一辈子的。我早该长大了，可却太晚了。不晚，还有我呢。燕灵，我们一起度过这次难关。你还做那个恣意鲜活的小侯爷，好不好？不哭了，以后都不哭了，好吗？嗯。大人，您一夜未眠，怎么又站在这里吹风啊？小心染了风寒。娘娘，你看这些落叶，看似倚仗着大树，但经风雨轻轻一吹打，转瞬便零落成泥。有谁会在乎一片树叶的死活呢？大人可是遇到烦心事了？没有，只是在想一场赌局。那大人想好压哪一边了吗？这世上没有谁可以是永远的倚仗。我从一无所有走到今日，学会的是两边下注，无妨伏低作小，也无妨被别人当作工具。只要能赢到最后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，大事不妙，曹河出事了，我们四川翻了。瞧你这慌慌张张的样子，成何体统啊！好端端的，船怎么会翻呢？明面上是因为曹河连日阴雨，手下人又贪心多装了货物，才不小心出了事。可实际上，却是被人在船底凿了洞，是有人故意想要船翻啊！我们的船位置和航道一向很隐秘，外人很难察觉，只怕是知情人所为。去查清楚，看是哪个混账东西干的事情，揪出来，清理干净。我已经派人去查了。这漕运呐，本是朝廷的生意，这些年，国公府以漕运之财结交了不少的朝中官员，而且在新武卫中也养了不少的私兵。若是这件事被人发现与我们薛家有关，必定会触怒圣上。现在正是我们薛家对付燕家的关键时刻，所以这件事情必须要压下来。父亲，您放心，这事儿就交给我去办吧。等等，告诉周英之，必须要抓紧时间，对付燕家，必须要速战速决。